做侧平举或者推肩的时候，能不能让你的上斜方肌不发力？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那个人做侧平举，然后把手放在他的上斜方肌上，一做硬了，你这个上斜方肌发力了，你这个动作错了啊，这个上斜方肌代偿了，是不是？那做侧平举的时候，那能不能让上斜方肌不发力呢？看一下，因为你的上斜方肌是这个一块上回旋肌肉，所以说你在做侧平举的时候，你在做推肩的时候，那么它一定存在肩胛骨的上回旋，那你的上斜方肌一定是什么参与的？你触摸它肯定是有收缩，会有硬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说法不对啊，上斜方肌不可能一点不参与，那扯犊子。你只要是个正常人类，或者是你的这个幅度完整的话，用的侧平举的重量越大，上斜方肌参与的越多。这里边啊，这个力量起到主导作用的，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前锯肌。好，在上斜方肌、下斜方肌，它是不是都是斜方肌的一块？斜方肌分上中下，对不对？你们觉得哪一块是上中下斜方肌哪一块是最大？我们都觉得上斜方肌，对吧？其实下斜方肌是最大的。所以说的话，大家看一下，上下斜方肌的力量一定是平衡的，甚至下斜方肌要更强一点，你才能够完成什么？一个充分的肩胛骨的一个上回旋。这是左侧的肩胛骨啊。那你的这个上斜方肌的牵拉的肌纤维方向是这样的，那你的前锯肌的牵拉方向是这样的，下斜方肌的牵拉方向是这样的。你看大家看这三个力共同作用会让这个肩胛骨怎么样？是不是像风车一样转起来，对吧？是不是转起来？是不是转起来？这样转起来。所以说你看，你上斜方肌往上的力量和下斜方肌往下的力量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抵消，要平衡，对吧？所以说的话，现在有很多人什么呢？你的上下斜方肌的力量不平衡，始终比如说你是在耸肩的状态，那你的整个下斜方肌是被拉长的啊，那你的上斜方肌是一个缩短的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首先第一要松解你紧张的上斜方肌，第二加强下斜方肌的一个力量，让它整个的肩胛骨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让它俩的力量平衡才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下斜方肌反而是三块里边最大的一块啊。那下斜方肌怎么练？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除了上回旋还有什么？沉肩。哎，对。所以说的话，通过沉肩这个动作可以练到我们的下斜方肌。中斜方没有下沉的功能啊。好，那还有怎么练呢？这个它的功能就是上回旋，所以说咱们通过尽可能的肩胛骨的上回旋也能够怎么样练到我们的下斜方。